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8章。既多又少。第二天早上，罗伯特离开了奥德利庄园，坐了最早的火车，9点多钟到达了肖尔迪奇。他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去了西布朗普顿的新月别墅。罗伯特知道，就像几个月前他叔叔一样，他也无法在那儿找到他要找的那位女士。但他觉得，虽然迈克尔爵士的尝试没有成功，也许他可以找到那位女教师的新住处。根据电报，文森特夫人快要死了。罗伯特想，如果我找到她，至少我会知道电报的内容是不是真的。他费了些周折，才到达新月别墅。房子很大，但周围堆满了砖块和灰泥，几乎把房子给淹没了。新的房屋、街道和广场使得建筑材料随处可见。街道泥泞不堪，马车轮子和马蹄都陷了进去，行走十分困难。这种正在建设中的社区所特有的荒凉景象，也以其鲜明而令人沮丧的特征，蔓延到了新月别墅附近的街道。罗伯特花了40分钟，尽管马车夫坚称是1个小时1刻钟，在那些人迹罕至的街道上上下穿梭，试图找到那些别墅。别墅那些又黑又旧的烟囱在他面前高高耸立，与那些既未被时间也未被烟雾熏黑的白色粉刷墙壁形成对比。然而，奥德利先生最终还是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他下了马车，吩咐车夫在拐角处等他，然后开始打听情况。如果我是一位著名的王室法律顾问，他想，我就不会做这种事了。我的时间会非常宝贵，每分钟都有人付我1基尼或更多的钱。我会忙于处理著名的霍姆斯诉伯加斯案，今天就得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向特别陪审团陈述案情。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必须有耐心。罗伯特在道森先生给他的地址上询问文森特夫人的情况。开门的女佣从未听说过这位女士的名字，但在向房子的女主人询问后，她回来告诉罗伯特，文森特夫人以前住在这里，但在现在的房客搬来前2个月，就2个月就离开，2个月就离开。这位女士在这里住了15个月了，女孩补充道。您能告诉我文森特夫人现在的住址吗？罗伯特绝望地问道。不能，先生。夫人觉得他欠了很多钱，所以他突然离开了，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奥德利先生再次感到情况越来越复杂了。如果文森特夫人是在没有付清债务的情况下离开的，他肯定会确保没有人知道他现在的住址。因此，向当地的商人打听是徒劳的，而且，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比较强硬的债主可能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他的住址了。罗伯特开始在附近的商店打听，一家面包店、一家文具店和一家离新月行街道不远的蔬菜水果店。这些商店看起来空荡荡的，而且有点故作高雅，有圆柱形的玻璃窗和某种精致的气息。面包师自称是糕点师和糖果师，在面包店里摆放着一些装在玻璃瓶里的石化饼干和一些用绿色薄纱盖着的糖霜过多的馅饼。文森特夫人肯定会买面包，罗伯特一边打量着面包店一边想，而且他很可能会在离他最近的地方买。我要和面包师谈谈。面包师站在柜台后面，正和一个家道中落的体面姑娘争论账单上的某些项目。直到他和那个姑娘达成协议，并在账单上签字后，他才抬起头，问律师想要什么。请问您知道文森特夫人现在的住址吗？她1年半前住在新月别墅9号。
奥德利先生低声问道。恐怕我不知道，面包师回答，同时脸红了，声音也比平时高了些。不过我很想知道。那位夫人欠我11英镑多，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我能承受的损失。如果有人能告诉我她住在哪里，我会非常感谢。罗伯特·奥德利耸了耸肩，祝他早安。他觉得要找到文森特夫人的住址，会比他预想的要麻烦得多。他本可以在邮局的电话簿里查到文森特夫人的名字，但他深信，一位与债权人关系如此微妙的女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找到她的。如果面包师都找不到她，我怎么能找到她呢？他想，如果一个像面包师这样果断、积极、精力充沛、乐观向上的人都没有成功，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又怎么能做到呢？如果那个人失败了，我再尝试取得胜利，那简直是疯了。奥德利先生沉浸在这些阴郁的思绪中，慢慢地走向马车等他的街角。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叫住了他。他转过身，看到他之前在面包店里和面包师争吵的那个姑娘。您说什么？他问道。我能为您效劳吗，夫人？难道文森特夫人也欠您的钱吗？是的，所以가던 거어 것이 디셔민 카티소 이 센츄的现사您卡蒂猫衣仍与他那看似优雅的衣着相称的优雅。文森特夫人欠我的钱，但这并不是我要说的，先生。我想请您告诉我，您想见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您可以告诉我他的地址，不是吗，夫人？难道您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吗？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一边怀疑地看着罗伯特。先生，您和分期付款销售没有关系吧？那个女人打量了奥德利先生一番后问道。您说什么？年轻的律师问道，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个姑娘。对不起，先生。那个姑娘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回答说，我以为您可能和这件事有关。一些为分期付款商店收账的先生们衣着体面，而且我知道文森特夫人欠了很多钱。罗伯特·奥德利把手放在那个姑娘的胳膊上。亲爱的夫人，他说，我对文森特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至于您说的分期付款销售，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许这和某种政治阴谋或某种新税有关。即使文森特夫人不受面包师的尊重，她也不欠我钱。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我想今天见她，问她一些关于一个曾住在她家的女孩的简单问题。如果您知道文森特夫人住在哪里，告诉我她的地址，您就会帮我一个大忙。罗伯特拿出他的名片夹，递给那个女人一张名片。那个女人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才再次开口。我相信您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先生。他在短暂的停顿后说，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的不信任，但是可怜的文森特夫人受了很多苦。我是这个地区唯一知道她现在住址的人。我是个裁缝，先生，我已经为他工作了6年多，虽然他没有按时付我钱，但他时不时的给我一些钱，所以我尽量让我们的关系好一点。那么，您想让我告诉您他住在哪里吗？您没有骗我，对吧？我向您保证。文森特夫人，女裁缝低声说道，仿佛相信人行道或附近房屋的铁栏杆都在听她说话似的。住在佩卡姆林苑的金合欢小屋。昨天我把一套衣服送到了那个地址。谢谢。罗伯特一边把地址记在笔记本上，一边说，我非常感谢您，我向您保证，我不会给文森特夫人带来任何麻烦。罗伯特抬起帽子，
礼貌地鞠了一躬，然后走向马车。毫无疑问，我已经胜过了面包师，他想。现在我要开始第二步，深入了解米莱迪的过去。从布朗普顿到佩卡姆路的路很长，所以罗伯特·奥德利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当他走向金合欢小屋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的叔叔。当他虚弱不堪地躺在奥德利庄园那间橡木镶板的房间里时，他还想起了那双美丽的蓝眼睛，注视着沉睡中的迈克尔·奥德利爵士，那双光滑的白手照料着他的需求，那轻柔悦耳的声音减轻了他的孤独，使他的晚年生活充满快乐。如果他能用一种疏离的眼光来看他，就像别人或一个陌生人看到的那样，那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回忆啊！但是，当他看到或者觉得看到一片乌云笼罩着这些回忆时，一切似乎都变成了一种嘲弄，一种恶魔般的幻觉。佩卡姆林苑，一个在夏天宜人的地方，在2月一个阴沉的日子里，当树枝光秃秃的，小花园荒凉不堪的时候，看起来相当令人沮丧。金合欢小屋的名字与现实不符，因为这条路两旁都是粉刷过的围墙，只有2棵细长的白杨树保护着它。然而，金合欢小屋的名字却赫然出现在一个钉在其中一根柱子上的小铜牌上。马车夫眼尖，已经注意到了它，便把奥德利先生放在了房子的小门前。金合欢小屋坐落在一个比新月别墅档次低的地区，而且很明显，那个走进小木门迎接奥德利先生的小女仆，已经习惯了债主们的无情拜访。女仆咕哝着关于她女主人下落的惯用套话，问了罗伯特的名字和他来访的原因，然后向他保证，他会去看看文森特夫人此刻是否在家。奥德利先生拿出一张名片，在他的名字下面用铅笔写道：“格雷厄姆小姐的朋友。”罗伯特让女仆把名片交给他的女主人，然后耐心地等待着。大约5分钟后，女仆拿着钥匙回来了。当他打开门的时候，他告诉罗伯特，夫人在家里，而且他想立刻见她。家具和4方形客厅里的每一件装饰品都带着那种因不断变化而更令人不快的贫困的鲜明印记。那个用6把柳条椅、一张彭布罗克式桌子、一个荷兰钟、一面小镜子、一套印着田园风光的陶器和一套色彩鲜艳的漆面金属茶盘来装饰自己小客厅的弓箭，充分利用了他那点微薄的家当，而且通常能使它们看起来令人愉快。然而，那位失去了被迫离开的房子里漂亮家具的女士，开始在一个更小的房间里生活。房间里只有一位仁慈的朋友用他变卖家当所得的钱给他买的几件物品。他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文雅的荒凉和庸俗的贫困，贫困的其他方面几乎无法与之相比。罗伯特所在的房间是用从文森特夫人不幸遭遇中抢救出来的最古老的残余物品装饰的，一架小型立式钢琴，一个对于房间来说太大的梳妆台，上面的镀金饰条已经剥落破损，还有一张放在显眼位置的小脚牌桌，是家具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一条磨损的布鲁塞尔地毯铺在房间中央，在褪色的绿色粗呢地毯上形成一片玫瑰和百合的绿洲。几扇编织窗帘遮盖着窗户，窗户上挂着铁丝篮，里面种着仙人掌之类的植物，看起来很不雅观。它们像某种失控的植物一样向下生长，它们多刺的部分和像蜘蛛腿一样的部分有一种倒挂的倾向。牌桌上铺着的绿色绒布上摆放着一些色彩鲜艳的年鉴或美人画册，呈直角排列。然而，罗伯特·奥德利并没有理会这些文学消遣。他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
耐心地等待着那位女教师。他听到附近一个房间里传来几个人说话的声音，还有一架显然走调的钢琴弹奏着德孔蒂变奏曲的旋律。大约15分钟后，门开了，一位衣着优雅、容颜已逝的女士出现了。我想您就是奥德利先生，她说，一边示意他重新坐下，自己则坐在罗伯特面前的一张扶手椅上。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的迟到，但是我的工作……我才应该为打扰您而道歉，罗伯特礼貌地回答。但是我来访的原因非常重要，我请求您接受我的道歉。您还记得我在名片上写给您的那位女士的名字吗？记得很清楚。您能告诉我，自从她离开您的房子后，您知道关于她的什么吗？罗伯特再次问道。我知道的很少。事实上，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我想格雷厄姆小姐在埃塞克斯郡一位医生的家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是我建议她去见那位先生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您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了吗？罗伯特不耐烦地问道。没有。奥德利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他脸上阴郁的思绪的阴影反映了出来。您能否告诉我，您是否在9月初给格雷厄姆小姐发过一份电报，声称您病得很重，想见她？文森特夫人听到这个问题笑了。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生过重病。罗伯特·奥德利在提出更多问题之前停顿了一下，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字。如果我对露西·格雷厄姆小姐提出一些坦率的问题，他说，您会回答这些问题，而不会试图探究我调查的原因吗？当然，文森特夫人回答说，我知道的关于格雷厄姆小姐的事情，绝不可能伤害到她，而且我当然也没有权利去调查这件事。那么，您能告诉我这位年轻女士第一次来您家拜访的确切日期吗？文森特夫人笑了笑，摇了摇头，她的笑容很美，那是一个曾经受人钦佩，并且长久以来深知自己讨人喜欢的女人真诚的笑容，以至于不会受到任何世俗不幸的影响。奥德利先生，您问我这个问题是徒劳的。他回答说，我是世界上最健忘的人。我从来没有记住日期的能力，虽然我总是尽力向我的学生灌输，为了他们未来的幸福，他们应该知道威廉一世何时开始统治，以及类似的事件。然而，我无法记住我第一次见到格雷厄姆小姐是什么时候，虽然我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那是在我买那件桃红色丝绸的夏天。我们必须问问汤克斯，我相信汤克斯肯定知道。罗伯特·奥德利想知道汤克斯是谁或是什么，也许是一本日记或日程簿，或者是莱特森的某个默默无闻的竞争对手。文森特夫人摇了摇铃，那个给罗伯特开门的仆人立刻来了。告诉汤克斯小姐过来，他说，我想马上见她。大约5分钟后，汤克斯小姐走进了房间。她给人的印象是她被冻僵了，而且似乎在她那件深色羊毛连衣裙稀疏的褶皱里带来了寒气。很难确定她的年龄，因为她似乎从未年轻过，也永远不会变老，而是永远沉浸在同样的例行公事中，仿佛是一台以教导年轻人为己任的自我驱动的机器。亲爱的汤克斯，文森特夫人直截了当地说，这位先生是格雷厄姆小姐的朋友。您还记得他第一次来我们新月别墅拜访是什么时候吗？他是1854年8月来的，汤克斯小姐回答说，我想是8月18日。
虽然也可能是17日，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是星期二。谢谢你，汤克斯，你真是个好宝贝。文森特夫人用最甜美的笑容说道。也许汤克斯小姐在过去3、4年里没有领到薪水的原因，正是因为她的服务价值连城。文森特夫人或许是因为觉得薪水与教师的功绩相比微不足道，才做出了这个决定。汤克斯，能为您提供更多的帮助吗？奥德利先生，文森特夫人问道，她的记忆力比我好得多。您能告诉我，格雷厄姆小姐进入您家的时候是从哪里来的吗？罗伯特问道。不能确切地说，文森特夫人回答说，我依稀记得格雷厄姆小姐说她来自海边，但她没有具体说明地点，而且如果她说了，我也忘记了。汤克斯，格雷厄姆小姐告诉您她来自哪里了吗？哦，没有，汤克斯小姐回答说，同时意味深长地摇着头。格雷厄姆小姐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这件事的事情。她太聪明了，她很会保守自己的秘密。尽管她外表天真，头发卷曲，汤克斯小姐带着怨恨补充道。您认为她有秘密吗？罗伯特有些不耐烦地问道。当然，汤克斯小姐果断地回答，她有各种各样的秘密。我永远不会雇佣这样的人作为一所体面学校的小学教师，至少没有任何证明。那么，您没有格雷厄姆小姐的证明吗？罗伯特问文森特夫人。没有，没有。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格雷厄姆小姐不计较薪水问题，我至少也应该不计较她没有证明这件事。她告诉我，她和她父亲吵架了，而且她想找一个远离她认识的人的家。她想远离那些人。她告诉我，即使她还很年轻，她也受了很多苦。她想摆脱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知道她是一位真正的淑女，我怎么能强迫她给我证明呢？您知道，汤克斯，露西·格雷厄姆是一位真正的淑女。您说我没有证明就接纳了她，这太残酷了。当一个人是受宠的人时，很容易骗别人。汤克斯小姐冷冷的、不着边际地说。露西不是我最喜欢的人，汤克斯。文森特夫人带着责备的语气回答，我从来没有说过她像您一样努力工作，亲爱的，您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哦，没有，汤克斯小姐带着讽刺的语气回答，您从来没有说过她努力工作。她只是一个装饰品，一个让别人喜欢的人，而且她会在客厅的钢琴上演奏幻想曲。那么，您不能告诉我任何关于露西·格雷厄姆过去的事情吗？罗伯特问道。他先看着那位女教师，然后看着他的助手。他已经注意到汤克斯小姐对露西·格雷厄姆怀恨在心，一种即使岁月流逝也未曾磨灭的怨恨。如果这个女人知道任何对米莱迪不利的事情，她会告诉我的。罗伯特想。而且他会很乐意地告诉我。但是汤克斯小姐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她解释说，格雷厄姆小姐曾经告诉她，生活对她不好，她被人类的卑鄙所欺骗，并且遭受了诸如贫穷或堕落之类的痛苦，而她是不应该受到这些痛苦的。这就是汤克斯小姐所知道的关于露西·格雷厄姆过去的一切，而且尽管他试图强调他的话的重要性，罗伯特很快就意识到，他所拥有的信息相当稀少且无关紧要。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罗伯特说，当格雷厄姆小姐离开这里的时候，她有没有留下任何书、小玩意儿或属于她的东西？据我所知，没有。文森特夫人回答说。有，
汤克斯小姐突然喊道，她留下了一样东西，一个盒子。她在楼上，在我的房间里，我把一顶旧帽子放在里面。你想看看那个盒子吗？她问罗伯特。如果您能这么好心，罗伯特回答说，我想看看它。我把它拿来。汤克斯小姐说，它不是很大。她跑出了房间，还没等奥德利先生礼貌地提出抗议。他们之间关系真不好。罗伯特在汤克斯小姐不在房间的时候想，这位夫人觉得，如果汤克斯小姐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她就会有危险。汤克斯小姐知道这一点，而且她很高兴能帮助我。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女人们正在偷走我们的生命。海伦·莫尔登、奥德利夫人、克拉拉·托尔博伊斯，现在又是汤克斯小姐。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当年轻的律师正在思考女性的卑鄙时，汤克斯小姐回到了房间。她拿着一个用纸糊的旧帽子盒，她把盒子递给罗伯特，让他检查。奥德利先生跪了下来，开始仔细研究盒子上散落的铁路标签和地址的残余部分。很明显，他已经旅行了很多，而且经过了好几条不同的铁路线。有几个标签已经被撕掉了，但还剩下一些碎片。在一个黄色的标签上，罗伯特读到了字母 TRI。这个盒子去过意大利，他想，这4个字母属于都灵这个词，而且这个标签是外国的。唯一一个没有被撕掉，而且清晰可辨的地址是最后一个地址，上面写着格雷厄姆小姐是前往伦敦的乘客。奥德利先生仔细地看着这个标签，他注意到它被贴在了另一个标签的上面。您能好心的给我拿一些水和一块海绵来吗？罗伯特要求道。我想把贴在上面的标签揭下来。相信我，我需要这样做。汤克斯小姐跑出了房间，立刻带着一碗水和一块海绵回来了。您想让我把标签拿掉吗？她问道。不，谢谢，罗伯特冷冷地回答，我自己来。他不得不把标签弄湿好几次，标签的边缘才松开。经过2、3次小心的尝试，他取下了湿润的标签，没有损坏下面的地址。汤克斯小姐无法读出地址，因为罗伯特的背挡住了她，尽管他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熟练。奥德利先生用下面的标签重复了同样的动作，他把标签从盒子上揭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他的笔记本的2张白纸之间。奥德利先生用下面的标签重复了同样的动作。女士们，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他做完后说，我非常感谢你们告诉我的信息，祝你们今天愉快。文森特夫人笑了笑，鞠了一躬，同时咕哝着一些客套话，说奥德利先生的来访让他很高兴。汤克斯小姐比文森特夫人更细心，她已经注意到，在从盒子上揭下上面的标签之后，这位年轻律师的脸色变得苍白了。罗伯特慢慢地离开了金合欢小屋。也许我发现的东西不能作为证据提交给陪审团，他想，但我确信，这足以说服我的叔叔，他娶了一个神秘而卑鄙的女人。